边赛员，这是你刚才赛前所说的这个翻译哈。对。今天也很有意思啊，今天这个徐江徐指导也是真的很人性化，对，给了边赛员上场的机会，这可能也是在这个边赛员这个赛季的第一次上场亮相。嗯。You happy now? Happy? Yeah. I wanted to finish the season, but just situation is hard. Keep in touch. Yeah, man. Of course. 100%. Maybe one day I visit your country. Man, you will see the difference outside China. Really? It's like in the US? إذا ما أنا بروح قبل وبعدين بقول لكم شو بصير. 翻译兼球员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的工作。外援需要，比如说订餐，需要提前去，我都要跟着去，包括有时候去医院呀什么的，我都要陪着。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吧，我都得想着。虽然苦与累吧，但是像今年我回头想一想，特别甜，内心特别甜。从小一直就是有个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梦想。我就想在这个最高的舞台上，或者专业的环境下，想去打球，想去证明自己。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爸问我说你是想做篮球作为一个工具，说打球啊，还是说想走职业？当时我跟我爸说想试一试，去专业队先试1-2年，就去上的山西青年队，练了大概有1年半吧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可以说是改变我的一个整个人生的一个计划的人，就是山姆高德，我很崇拜他。但是我在山西的时候，山西老板正好请他作为外援来打，然后他给我们青年队做了一堂训练课，看了我打完之后，就走过来跟翻译说这个小孩运球非常好。当时我那一瞬间，说实话，我当时都哭了，因为我在青年队从来没被看好过，教练也一直就是说没有说拿我作为一个说主力来去培养，只是说跟着练，可以说是从小到大第一个就是这么认可我的人，而且是我崇拜的人。然后我跟高德用我当时特别蹩脚的那2句英语跟他聊了2句，虽然说不太明白，但是我听他说 You can go to US to play basketball。 然后当时我知道，我就觉得如果去美国打球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天地吧。08年1月份，1月8号北京飞的旧金山，记得特别清楚。五棵松对于我来说就是梦想的天堂。我本身是映山人嘛，在那儿长大的。我父母所有的打球那些师哥体校的，就是50多人吧，全去了。换下我的时候，我等于还是翻译嘛，真的就是在边翻译边在打球。我翻译的时候觉得场上确实有另外一个边赛员，我就觉得特别像小时候做那个梦，就是好几万人看，然后在场上打球，然后灯光舞台，然后飞奔在场上，那些瞬间，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感觉就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我，有那么一个想法，感觉就像做梦一样。因为我2年前还去那儿看比赛呢，刚开始换上去下来，说实话，心里真的在想，觉得，哇 ，CBA 真是太。就摸不到点儿，就觉得自己跳入了一个大海里。平时游泳游得挺好，但是上去又呛水，又不知道该怎么游的感觉。黄海为了上篮再一次被封盖。记得当时乔丹有个盖帽，我上篮反击一条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拿到那个反击，然后我全场运一条龙，最后上篮欧洲步，然后上进之后突然就觉得
就感觉这个紧箍咒弄在我头上打开了一样。当时我觉得我要留在这儿打球。好球，这球短了。对，这想法不错。杰罗摩看起来又要自己来，还是选择分出去跟赛员，3分命中。到了旧金山，我记得特清楚，是下午5、6点吧，然后下着小雨。当时真的英语最多也就10句吧会，然后我就猫在那个出舱那地儿，我就想等个中国人，这样我能够跟他搭个话。后来我等了等，出来了一个人，然后我说哥哥你是中国人吗？他说是，然后我说那个我刚到美国，然后英语不太好，想去我这学校，路过就给我放到那个学校了。这么着，我的这个美国第一步就开始了。可以说，我去的第1年是要上语言学校的，但业余不上语言学校时，我天天泡在篮球馆里。然后这个事儿被主教练还有校长看到了，就特别的，就是说赏识我吧，也算是。他就说，给这个中国小孩一个机会。我在球队属于主力的板凳球员，可以说是打不上球。然后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说我们学校为什么就是没有像杜克、北卡这样的转播？如果说我能进曼隆大学，会不会试一试，也有机会进这个 Kansas？ 然后我觉得，那如果能进 Kansas， 那是不是离梦想就更近了？唯一调查就是这是最棒的篮球学校，然后就去了。但是转到那儿，我才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是2回事。因为在美国 Kansas， 如果想进校队，必须是主教练挑中的，但这些人都是从 high school 就已经被预测为将会进 NBA 的人才会被挑中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只有这一种可能。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名额叫 walk on， 就是说陪练队员。第1年去选了，然后没被选成。第2年的时候就是选上我了，但是只是说像临时工一样，说我们这儿缺个什么防守的，或者缺个什么帮忙，属于这种球队 walk on， 比较遗憾，还是说没有正经八百进队吧。但是当时我觉得我尽力了，就是几乎每天放学或者说一有时间，全部我可以花5个小时在篮球馆，基本上那1年多就这么度过的，在卡斯。跟辽宁打，我觉得收获特别大，因为辽宁是强队，那个气场就感觉特别让客队喘不过来气。我觉得如果跟北京比的话，好了很多，就是最起码敢打了。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多这个需要提高的地儿，包括到最后郭艾伦跟哈德森强压式防守，从后场我觉得自己需要提高，在控球技术上，包括对比赛的这个串联上还需要多提高。
赛员，打进好球，还是出手非常坚决。这个小伙子真的不错啊。你看他是持很有自球信掩护之后啊，衔接非常好。我觉得在我心目中，除了 NBA 就是 CBA。当时觉得可能在美国确实行不通了，然后想回国试一试。试训3-4家球队都没有了，都没有希望了。当时就可以说是几乎就是绝望了，就觉得算了，就不打球了，确实不够那水平。当时我妈妈说你再试一试，童熙是刚升上来，我去的时候也没有说展现出非常过人的一些东西，觉得也是说我们今年就不缺人了。过了2-3天，当时俱乐部给我家里人打电话说缺个翻译，然后当时我想先挣一些钱自立起来，然后再做一些别的事吧。我在做翻译的时候，所有队员教练都知道，就是只要一不翻译，我又是在练球。我当时给自己定的计划就是，首先要早起，然后首先要跑步，首先每天要投多少个篮，每天继续运球，让自己就是 keep myself busy， 让自己忙起来。后来教练组啊，包括老板啊、领导层可能知道了，挺感动，就帮我就是送到了这个NBL 南京部队，打了几场球不多的 NBL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跟童熙也一直在沟通，他们想了想，就是说给我开了一个球员兼翻译的这么一个合同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怎么说呢？能有机会进这个 CBA 舞台就知足了。打广东，告诉我是首发，我感觉就不敢相信。广东是有易建联，有卡特，然后还有咱们国家队队长周鹏，都是算是从小在电视上看的这些巨星。因为当时作为首发，我又想打好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在这种强压下怎么去做，然后跳球就开始了。我在洛杉矶训练的时候碰见过易建联，当时，然后跟他照了个相，就感觉之前是真是说是他的球迷吧。到那天跟他在场上打球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恰恰当了翻译，帮助了我打篮球，因为平时，不管说是试训，包括在这过程中，所谓的失败，肯定是我球上方面有一些问题，包括大学呀、试训啊，一次一次的。如果真要算的话，我觉得得超过30次。我一直可以说真是一直在失败，然后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所谓的成功，但是就是我每次失败一次，我会想一想因为什么失败，然后在这基础上做得更好，然后再失败可能犯的是别的错误。我觉得最后会把这个就像木桶吧，可能我这个短板，那我补上之后再去盛水，发现那儿又漏了一点，那我再去补那儿。我觉得补到最后，如果我脑子里想的是把这个桶补好，能够打上球，我觉得最后会有办法的。所以我在当翻译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可能照片会挂到那儿，然后会穿着队服在场上指挥啊、跑战术啊、突破啊，就感觉有2个边裁员，一个是在场上打球的很正能量的人，一个是坐在场下稍微消极的人。但是这个场上的人跟场下是一个握手或者是一个眼神，当时就觉得人要振作起来，真正能决定命运的只有你自己。就是别人可能1万个人说你不行，但是只有当你自己决定自己要去做什么，最终会成功。但是这个过程非常困难，因为当你一当了翻译的话，你就永远回不来了，或者说这个标签一被贴上，你永远也撕不掉了。那我就告诉自己，那凡事都是2面性。那如果说这个标签贴上了，我就反倒用这个标签继续去打球。如果说 NBA 是一座山，那在登山之前，你可能会走弯路啊，你会走小山坡，会掉到水里。但在这过程中，其实你自身不断一直在成长。那你回过头来，可能
你没登到这个山顶，但你发现你回过头你能做很多的事。篮球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向善，然后把大家融合到一起。第一是斗志，第二是梦想，第三感觉篮球能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，篮球可以说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我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老了，我70、80了，我拍球我也挺开心。